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我的一位客户静怡。她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高管，典型的都市女强人，事业心超强。那时候她每天早出晚归，为了工作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及个人生活。别人都说她是工作狂，她自己还引以为傲呢。记得第一次见到静怡的时候，她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职业套装，妆容精致，一看就是那种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她来找我说自己都35岁了，父母一直催她找对象。说实话，像她这样条件的，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对象应该不难。可是吧，她总觉得身边的男性配不上她，要么是能力不如她，要么就是觉得对方配不上她的社会地位。后来经过我的牵线，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俊宇。俊宇是台湾人，在台北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，生意做得不错。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，那时候俊宇来大陆谈生意。说来也巧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聊得特别投机。俊宇虽然也是企业高管，但待人处事的方式跟静怡完全不一样，特别温和，而且很注重生活品质。静怡跟我说，第一次跟俊宇约会，她习惯性的想着见面聊完赶紧回公司处理文件，结果俊宇却说，难得周末就好好放松一下嘛。这句话让静怡愣住了，在她的认知里，周末加班不是很正常吗？两个人交往了半年，期间俊宇经常飞来上海看她，每次来都会说，你也太拼了啦，这样身体哪受得了。静怡总是笑着说没事，可是在俊宇的影响下，她慢慢开始思考自己这样拼命工作到底值不值得。结婚后，静怡决定去台湾发展。本来她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和经验，在台湾找工作应该很容易。确实，她很快就在台北一家大公司找到了经理的职位。可是从第一天上班开始，她就发现台湾的职场文化和大陆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个让她震惊的是，公司竟然真的准时下班。以前在上海，她习惯了996的工作节奏，但在台北，到了下班时间，同事们都会说下班咯，然后收拾东西走人。主管不仅不会对此有意见，反而会提醒大家，要加班的话记得申请加班费哦。还有一次，他习惯性的在周末给下属发工作安排，结果下属礼貌的回复说，经理不好意思，周末我要陪家人，这些工作我星期一来公司再处理，可以吗？这让他特别不适应，因为在上海，领导分派的工作哪敢说不做。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后，静怡发现最大的不同是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在上海的时候，同事关系讲究资历级别，办公室里暗潮涌动，经常需要站队，不是这个领导的人就是那个领导的人。但在台湾公司，同事相处更单纯，也更温暖。记得有一次，静怡生病请假在家，她的下属居然组织大家一起去探望她，还带着热腾腾的药膳，这让她特别感动。因为在上海时，她生病请假，收到最多的是领导催着问项目进度的消息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在台湾的公司，茶水间里经常能听到同事们热络的讨论，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吃个下午茶？今天晚上要不要揪团去唱歌？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跟朋友相处，而不是职场上的竞争对手。最让静怡不习惯的是，在台湾不用刻意去讨好领导。记得有一次开会，她习惯性的想要附和总经理的意见，但总经理却说，静怡，说说看你的想法，我们要的是真实的建议，不是一味的认同哦。这句话让她特别感动。在大陆的时候，她经常需要揣摩领导的心思，拍马屁几乎是职场生存的必修课。而且台湾的就业保障特别好，只要不是严重违规，公司一般不会随意解雇员工。工会组织也特别健全，能够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。静怡说，在这里工作不用整天提心吊胆，担心哪天突然就被裁员了。福利待遇方面就更让静怡觉得惊喜了。台湾的公司特别注重员工的生活品质，除了基本的劳健保，还有结婚补助、生育补助、子女教育补助等等。最重要的是带薪年假必须休完，公司还会组织员工旅游，让大家真正有机会好好放松。记得有一次，静怡想趁着清明节连假赶个项目进度，结果被俊宇说了一顿，放假就是要好好休息啊，工作哪有那么重要。
这句话让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以前把工作看得太重了，却忽略了生活中更重要的东西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静怡渐渐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。以前在上海，他总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往上爬，工作就是一切。但在台湾，他学会了享受生活的美好，懂得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全部。每到周末，他和俊宇会去夜市逛逛，或者约上几个好朋友去泡温泉。特别是台湾的人情味，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态度。邻居会送来自己种的水果，同事会分享妈妈做的卤味，这些小事情让他觉得生活特别温暖。说到在台湾生活，最让静怡感动的是这里的社会氛围特别人性化。比如说医疗保障这块，台湾的全民健保真的是相当便利。记得有一次，静怡突然肚子不舒服，去医院看诊，挂号、看医生、拿药，整个流程下来才花了几百元新台币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医生会很耐心地跟他解释病情，护士也都超级亲切。他说，在这里看病不用担心太贵负担不起，而且医护人员都把你当成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是顾客。还有静怡特别喜欢台湾的邻里文化。在上海的时候，他住在高级小区，邻居之间基本上都是点头之交。但在台湾，邻居们感情特别好，楼下阿姨会关心他，哎，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要不要尝尝我包的水饺？隔壁大婶遛狗的时候看到他，也会热情地打招呼。静怡呀，今天这么晚才下班哦。工作方面呢，台湾的职场真的很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静怡现在的公司每个月都有员工聚餐，同事们会一起吃饭聊天，气氛特别融洽。最特别的是，公司规定工作邮件不能在下班后发送，就算有急事也要等到隔天上班时间。这让静怡觉得特别新奇，因为在上海的时候，半夜收到工作消息是很平常的事。有一次，静怡的部门要招新人，她习惯性的想要挑选那种有拼劲、愿意加班的应聘者。结果人事主管提醒她，我们要找的是能力好的，不是比赛谁加班多哦。这句话让她深深反思，原来工作效率和加班时间并不能划等号。在台湾工作1年多后，静怡发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以前她总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往上爬，但现在她懂得了知足常乐的道理。周末的时候，她会跟俊宇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在家煮饭。虽然她的厨艺不怎么样，但俊宇总是会说，哇，越来越进步了耶。最让静怡感动的是台湾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素养。比如说公共场所大家都会自觉排队，搭捷运的时候会主动让座给需要的人。有一次他感冒了，戴着口罩去上班，同事们都会很贴心地跟他保持距离，还给他准备了枇杷膏。记得去年春节，静怡特地回上海看望父母，父母原本还担心他在台湾过得不习惯，结果一看他气色这么好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，也就放心了。他跟父母分享在台湾的生活，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在上海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，而且这里的人情味特别浓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在台湾这几年，静怡学会了很多。她明白了人生不只是工作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珍惜。她说，以前总觉得自己活得很赢，但现在才知道，真正的赢是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记得前几天她还在 LINE 上跟我分享她的心得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，不是工作上的充实，而是感觉整个人生都变得很有意义。这不，她现在都学会享受生活了，每天早上不再是踩着点冲进办公室，而是提前半小时到公司，跟同事们一起喝个咖啡，聊聊天。中午也不是在办公桌前边吃便当边处理文件，而是会约着同事一起去楼下的小店吃便当，偶尔还会去夜市觅食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静怡现在居然学会了烘焙。她说在台湾的同事们特别喜欢分享自己做的点心，她也受到感染，开始学做甜点。虽然刚开始做的不怎么样，但是每次带去公司，同事们都会很捧场。哇，静怡姐，你做的蛋糕真的很好吃耶。在工作方面，静怡说她学会了做好分内的事就好，不用刻意去追求完美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发现台湾的职场特别注重沟通，每次开会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，不会因为职位高低而有所顾忌。
就算意见不同，也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。还有一点让静怡特别感动的是，台湾的企业特别重视环保和社会责任。他说，公司经常组织员工去做公益，比如去养老院陪老人家聊天，或者参加海滩清理活动。这些活动不仅让员工之间的感情更好，也让大家觉得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。俊宇常跟静怡说，赚钱固然重要，但是快乐更重要啦。这句话现在成了静怡的座右铭。他发现在台湾的生活节奏虽然慢了一点，但是生活质量却提高了很多。不用整天想着往上爬，反而有更多时间去体会生活的美好。最让静怡开心的是，她在台湾交到了很多真心朋友。大家在一起不会互相攀比，也不会处处算计。就像她说的，在这里，朋友就是朋友，不是资源。现在的静怡每天下班后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，周末会跟俊宇去夜市逛逛，或者约上几个好友去泡温泉。他说这样的生活虽然普通，但是特别踏实，特别幸福。前几天静怡还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来台湾生活。虽然这里的生活节奏慢了点，工资也没有上海高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人情味，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。听到静怡这么说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开心的就是看到自己牵线的有情人不仅修成正果，还收获了幸福的生活。前几天静怡特地约我去台北找她玩。说实话，看到现在的静怡，我真的特别欣慰。她不再是那个总是紧绷着脸的女强人，而是变得特别温柔，笑容也多了。她带我去了她家附近的早市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静怡姐。她现在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买菜，跟摊贩们都混熟了。摊主阿姨看到她，还会特意给她留一些新鲜的食材。这个高丽菜很嫩哦，特别适合煮汤。静怡现在的生活重心完全变了。以前她总觉得自己要在职场上打天下，但现在她更在意的是怎么把生活过得更有质量。她说，在台湾生活，让我明白了钱不是万能的这句话。再多的钱也换不来身边人的真心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静怡现在特别热心帮助新来台湾的大陆女生。她说，我希望她们不要像我一开始那样，总是用大陆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一切。台湾的生活方式其实特别棒，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。记得临走前，静怡带我去了她最喜欢的一家甜品店。她感慨地说，丽姐，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总觉得这里什么都慢半拍，做事效率也不够高。但是现在我懂了，有些事情不能用效率来衡量，比如人情，比如生活品质。现在的静怡不仅在台湾扎根了，还跟俊宇商量着要在台北买房。他说，我们打算以后就在这里养老，这里的生活节奏特别适合我。而且台湾的医疗保障特别好，养老也有保障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情味特别浓。静怡的转变让我特别有感触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有人喜欢大城市的快节奏，有人向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。就像静怡说的，人生不是比赛，不要总觉得自己要赢过别人。找到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，那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好啦，静怡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听了这个故事的姐妹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记得关注我，下期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暖心的故事。拜拜啦。